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欢迎收看《打破医美缪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深层次拉皮、5层次拉皮、筋膜拉皮到底是什么呢？坦白说，现在医美跟整形太多行销用的字眼，或者是有太多瞎掰的东西。所以我们诊所从海外来的客人非常的多。那我说，张医师，你这个3层次拉皮，可是在网络上广告有5层次拉皮，然后还有人最常问的，那你跟那个筋膜拉皮有什么不一样？拉皮手术有很多的名称，我今天要跟他讲，真正在学术上到底是怎么去区分它的。这3层次拉皮是我们乱瞎掰的吗？当然不是，是有根据的。那5层次拉皮是什么呢？他这样讲，我是真的好奇的。我虽然不是学富5G 的，但是我相信关于在面部提升这方面教科书还有各式新式的论文，我研究的那个量应该是蛮惊人的。所以我第一次听到5层次拉皮，我觉得这真的太瞎了。所以我就真的去查了一下，就发现大陆有人在广告5层次拉皮。问了一下北大的朋友，答案这个就是假的。要不要看这个？就是5层次拉皮那一家里面的医生很气愤，他说根本就没有，不是这样，是那些销售人员瞎讲。事实上，我一直在讲，我们的脸分成3个层次：浅层、中层跟深层。浅层里面就是包含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那层是筋膜，深层就是筋膜室跟深层脂肪垫，这些都是一个很肯定的东西。所以所谓的3层拉皮其实是懂这个东西。现在看这个东西，不要讲别的，就讲我刚刚手术的那个客人就做拉皮。其实我很震惊，因为我看不出来他有拉过。我本来想说，你说10年嘛，想说是去年，这个拉线效果也不会这么短。他跟我说，他一开始很震惊，因为他说4、5天内完全消肿，一开始效果也很好，可是不到4个月，发现照片完全一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个做法就是伤口一样很大，像这样，然后剪一块这样的皮，然后就直接缝起来。就是只有剪表皮而已，对，里面都没有。这就是我常常讲的，这个叫剪皮手术，不叫拉皮手术。它就是等于把这一块皮，把它这样剪起来，剪起来要把它缝。它当然会有暂时的效果，可是这不能叫真正拉皮，这只是要剪一点点皮。它甚至连往前做都没有，它当然也不会冲，它都没有处理到该处理的东西。我跟客人这样一聊，我说你是不是当时觉得这里很笨，然后前面都完全不会痛？我说对，他还觉得好神奇，科技已经进步成这个样子了。我听了想说，天哪，这太瞎了，因为没有3层次，它也没有跨韧带。简单讲，这就是假拉皮，这叫剪皮手术。后来呢，我们知道只有做皮是不 OK 的，要做底下的筋膜。这个就是所谓的筋膜层，就是我们所谓脸皮下面的这一层中层，它是整个脸都有，从上颚、眼周、中脸、下脸、脖子都是有的，它就是一层比较致密的构造。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脸部最强韧的构造是靠着这个筋膜，它是很重要的，因为皮肤它就像橡皮筋一样，你一开始绷了再怎么紧，2个礼拜它就会松掉。但筋膜不一样，筋膜它是像厚纸板，你把它拉紧，它就是紧。一开始想法就很简单，剪一块筋膜，然后把它缝起来。这个手术叫 mastectomy， 就是切一小块筋膜。上去了，有没有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剪一块缝起来，只是把这个方法用到第2层上面。对啦，比你剪皮有效一点点，剪皮维持时间不到1年，剪筋膜1年多一些，比单纯剪皮要好，不用1个小时15分钟一样就可以做好。可是这是真的做到确实的筋膜啊，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是不 OK 不行的，因为它只是在筋膜上面剪筋膜，也没有真的做到3层次。还有最大的重点是它没有跨过韧带。我一直讲一件事，我们拉皮拉线，我们在做提升，除了要跨层次之外，就是要跨韧带。什么叫跨韧带？我们这里有一块固定韧带，这里有一个全脸最强韧带，全弓韧带，这里有一个腰肌前韧带，这一层一层的韧带就是固定住我们脸皮最重要的组织。所以你有没有跨过韧带很重要，你只是在后面做这一堆工作而已，其实是不够。所以又有人就说这个效果好像真的不是很 OK。我们换一个方式，直接在筋膜上面来回缝。把它缝紧有效，可是跟剪一块筋膜缝起来好像差别也是差不多。那我不要像刚刚那样子，那缝的范围大一点好了，比刚刚那个要效果好一点。可是呢，这个缝合最主要就是在筋膜表面做，它还是没有真的跨到底下的3层次。它比刚刚那个好一点，就是它至少有跨一部分到韧带。对，像有些人说3环啊，或者什么3环，其实就是这个方式，英文叫做 MAX。它这个方式算是拉皮手术里面，我们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个手法。
法，但是其实不是很彻底。你把皮弄开，这个筋膜打开，然后走到筋膜的下面，走到第3层里面去，走到前面去，因为我要跨韧带，我要跨韧带。我要跨韧带，你一定要跨过韧带，你才有办法真的把力量传递上去。这种方式，医学上有时候叫做 extended SMART， 其实就是3层次的其中一个方式。那这个会做的医师真的就相当少，因为这边的构造非常的复杂，它可不是剪个皮就算，它可不是剪个筋膜就算，它可不是在筋膜上面缝几针就算了，它是很复杂的，它是需要对结构了解，还有比较细致的手。可是这样子真的就好了吗？我这样就满足了吗？同样要这样子做，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这样子用，效果还是不够 OK。我们要把它更往上。我们来看，如果同样是做3层次，它做的方式比较低，它的效果其实对中脸效果不是很好。这个筋膜它提的位置必须要更高，你才会连你的中脸、下脸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在过去，多人拉皮，他会强调都是这个方向这样子拉，大家就开始研究一件事。既然现在拉皮已经研究到要3个层次，早期不管是哪一层哦，我们都往后面拉，拉完哦，然后像台风来吹，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看我没有拉完就会扁扁的，不是不对。现在我们的做法都是要把它往上拉。全部都往上拉，而不是往后拉，因为地心引力永远都是朝下，真正往上固定、往上拉才是真正的逆地心引力。但是问题来了，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它很难，因为我们在往上拉的过程中，就像我刚刚讲，这里有韧带，这里有韧带，这里有这个骨膜，你必须要层层突破，才有办法去达到真正的逆地心引力。才有办法达到真的最好的效果。所以真正耳廓颈延3层次，就是你要做到跨层次、跨韧带，还有你拉提的相当正确。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筋膜的东西，还有深层的芝麻点。比如说，有些医师他3层次他们做的也很不错，但是他们发现有些东西他们很难突破。像这个有人叫口角囊掉，就是这种一坨的，或者像这里有一坨的，为什么他们觉得很难突破？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单单靠筋膜，你这样子拉越远端，它能够接收到的力量其实越少。所以你本来这里拉，这个力量拿力量很强，可是传递到这里的时候力量就变弱了，拉越远力量越弱。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方式呢？这就是我们的诺瓦。我们现在也在写这方面，把这个成果发表出来。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层次，这样子做法，用特殊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耳廓颈延3是很重要的核心。过去这几年，我们就不断的想办法把伤口缩小。如何在把伤口缩小的状况下，一样可以做到这么多层次，一样可以做到跨韧带，一样可以做到远端力量的传递，然后把你的伤口尽量缩小。就像我们上次一集节目，你一定要伤口这么大，才有办法修掉你足够的东西吗？没有，伤口大只是对医师方便、简单、好看，但是对病人是痛苦。那我们怎么样在伤口上做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达到的一个方式。这么小的伤口，这么多层次，这样的跨韧带，这样的力量传递，这才是耳廓颈延3层次的一个核心。当然，很多人他对拉皮感到担心，也有很多人做完拉皮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才维持不到1年？因为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名词蛊惑。你做的是拉皮吗？还是你只是剪皮？你做的筋膜拉皮只是剪筋膜，还是你真的有把筋膜彻底的往上拉？你有没有真的跨层次？你有没有真的跨韧带？你有没有真的把力量传递出去？这都很重要，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剪皮不等于拉皮啊，因为有很多传统的医师呢，他们在做这个拉皮，在我们现在看来，那个都不叫真正的拉皮，那只是把一块皮剪掉缝起来而已，维持时间非常的短，常常维持时间是1年或是1年多。为什么不干脆拉8支线呢？因为8支线还可以2年，你何必动那么大的刀？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剪皮并不等于拉皮，到底真正的拉皮应该包含哪些项目，我们才叫真正的拉皮？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这张表就是我们做耳廓短横3层次拉皮手术呢，它的项目，其中呢去除多余的皮肤更收紧，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剪皮。事实上，剪皮只是这些项目里面其中的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介绍一下，到底一个完整的耳廓颈延3层次拉皮，它到底应该包含哪些项目？其实可能会出乎大家意料，因为非常非常的精细，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先来从第一个开始看皮肤凹陷与粘连处的剥离，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可能看过我之前在讲这个图，在10几年前，大家的概念都认为说
说脸呢就是一张脸皮贴在骨头上，脸就是这么简单。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脸分成好几个层次，基本上就是把它分成浅层、中层跟深层。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就是筋膜，筋膜下面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深层的组织。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脸的一个构造。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老化，绝对不是只有脸上的皮肤在老化。你如果只是很简单的剪掉一些皮拉起来，那效果绝对是不够的。第一个，它并不持久；第二个，它会不自然，因为你只有表面的皮肤把它收紧，你里面的组织它还是垂在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一个人的老化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这样看：第一层是浅层，第二层是筋膜层，还有第三层深层。这3层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必须要这3层都要处理到，它才会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才会持久。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我们脸分这3层。好，我们来看这个影片，你看到现在这个很像树一样的东西，什么？这就是韧带。好。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这一层呢就是浅层的浅层的组织皮肤跟皮下脂肪，这一层红色的就是筋膜，然后下面这一层呢就是深层的脂肪垫跟筋膜室。那我们的脸呢，其实这样分成一个一个区块，它为什么会分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区块？就是因为脸上的这些韧带，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个动画上面一棵一棵树，就像我们的脸，它从骨头往上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皮肤，那这些韧带把我们脸分成一区一区的。好。我们以客人的脸来看，大家最常讨论的就是法令纹跟木偶纹。可是事实上，除了这些之外，有猫咪纹，有泪沟，还有这个眼颊沟。很多人脸颊这里也有纹路。如果你今天你只是做一个单纯的剪皮，在这里把这个皮这样然后剪掉拉上去，它可以真的有效的改善你这个纹路吗？事实上是不行的，因为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动画嘛，我们这个树的这些韧带是从底下一直长到上面去，你只有处理最上面那一层皮，你底下的组织你没有处理，这些韧带依然粘着在这些位置上面，那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除这些纹路，去除这些沟痕。我们的脸还有一层非常非常重要的构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层构造叫 SMAS， 脸分层、浅层、中层、深层。这个中层就是这个所谓的筋膜，它是一层非常厚实的组织。组织如果它老化了，它的表现就是你的脸它局部会有一些垮下来的征兆。你如果只有做筋膜的话，只是简简单单在那边缝几圈，或者是你的筋膜只是剪一小块缝起来，一样没有做到跨韧带的效果。我为什么强调要跨韧带？不管你今天做皮，或是你做筋膜，如果你没有跨过这个韧带，你就没有办法确实的消弭这些你讨厌的纹路、讨厌的这个沟，你就没有办法确实把你拉提的力量做一个传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就是图里面的这个颧弓韧带，红色呢就是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咬肌韧带。如果你今天你在拉提，你只是简单的在这里做一个剪皮，或是简单的剪一块筋膜，没有确实的把你的力量传递到前面来，就像这个，你这个皮，你不管怎么拉，你会发现它对你的法令纹、对你的嘴边肉一点改善都没有，因为它的力量被挡住了，它过不去。你没有真正的做到跨韧带的话，它里面还是垮的啊，那效果绝对是不行的哦。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图，是我们脸上深层的组织，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脸型。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脸的皮肤，我们讲到了脸的筋膜，这个图也就是这10年来我们不断的在讲的筋膜下的组织，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表，在下脸这个提到这几样，在讲嘴边肉我们的嘴边肉呢分成这3型，这3型分别代表着我们的脸上因为不同层次老化导致的问题。比如说第1型的嘴边肉是浅层皮肤的问题，第2型的嘴边肉是深层的问题，第3型的嘴边肉是我们筋膜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第2型的嘴边肉它的问题是在筋膜下。如果今天你拉皮只有做到10几年前那种所谓的筋膜拉皮，它对嘴边肉的改善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嘴边肉里面最常见的第2型嘴边肉是深层，也就是筋膜下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3层次拉皮，绝对不能只有做皮肤，你也不能只做到筋膜，你还得做到筋膜下。好，再来这一区凹陷，大家其实都喜欢我们的脸是平平顺顺的，但你脸有时候就有一些多余的凹凹凸凸的问题。一样，我们也有分成3种，跟我们的层次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凹的这个地方，它是因为颧弓韧带跟我们
的这个咬肌前韧带粘连的太紧，单纯做填充，你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必须要做一些分离。分离之后，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去改善这个凹，比如说有的人我们做所谓的筋膜折叠，不仅可以同时做提升，还可以同时改善这个凹陷。那有一些人这个凹陷我们会用深层的脂肪垫来做一个提升，提升完之后做一个转位，它可以同时改善这样的一个凹陷。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他脸颊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而他这又多了一块嘴边肉。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一块嘴边肉，我们把它移上来，深层夹脂垫，我们把它做一个转位，转上来，结果你发现嘴边肉不见了，脸颊凹也同时改善。好，你可以看到他的嘴角上扬，很多人嘴角下垂是因为他旁边的这个组织松垮压下来的。所以我们在做提升的时候，只要你的力量有跨筋膜，你做到真正的拉提，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可以让你嘴角可以有上扬的效果。再来，大家可以看到墨纹，我们如果有这种墨纹特别深的状况，我们就会从嘴角用一个小伤口再做一个双向的一个拉提，你会发现这个墨纹几乎完全看不到。所以3层次拉皮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手术它必须包含非常多的项目。你看到整个3层拉皮有这么多，像这有的人他的脸比较大，他可能他的原因是因为皮下脂肪太多，但有的人呢，他是所谓的婴儿肥也就是他是深层夹脂垫太多，有的人他需要去除一些多余的皮下脂肪，有一些人就要去除一些多余的深层脂肪。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光下脸的部分3层拉皮它有这么多项目。今天这期题目我其实就在跟大家讲，很多人都会好奇到底3层拉皮是什么，到底我们说它很精细，到底我们说要处理它的浅层、中层、深层，到底是处理什么项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这半边没有跟大家解释，我们下次跟大家解释。千万记得不是一个简单剪皮就可以改善。到底什么是现代真正的拉皮手术？因为有很多人对于拉皮呢，还是固定在传统的观念，认为拉皮就是剪一块皮，把多的皮剪掉，把它缝上去就好了。不要说是民众，有很多的医师都还停留在过去这样的概念。那我之前也提过了，筋膜手术也不是简单的剪一块筋膜缝起来，或者在筋膜这边缝几针就算数。现在所有的教科书或者是新的论文都很强调一件事，拉皮手术一定要做得彻底，要做就要做3层。那3层次拉皮它到底有哪些细项呢？中点在3层次拉皮它做的部分有这么的多。做中点拉皮的时候，可以顺便改善部分的鱼尾纹，除了可以改善大家最讨厌的苹果肌下垂，改善法令纹，也有分下垂型跟凹陷型，还可以干嘛？有一些人他做完了眼袋手术，有一些脸皮外翻的情形，还可以改善有一些人颧骨如果比较大，或者是他苹果肌比较大，或者是他猫咪纹的状况，一个确实的3层次拉皮手术，它是可以一起改善的讲到中点的拉提，我们就要简单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眼睛旁边那些肌肉，叫眼轮匝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中脸提上唇的肌肉，总共有5条，而眼轮匝肌是这样一圈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做中脸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筋膜从这个地方往我们的下脸这个样子打开，然后做一个完整的提升。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跨韧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就是脸部最常见的韧带我们上次有提到了一部分，其中中脸最重要的韧带就是这个颧弓韧带。你会发现一件事，当你年纪老化的时候，原本苹果肌应该是要挺立的状况，当随着年龄松弛的时候，你苹果肌开始慢慢往下掉，苹果肌没有那么挺了，然后它往下掉就会压出法令纹。那这个眼眶固定韧带跟颧弓韧带在我们颧骨上这一区开始老化的时候，在颧骨这个地方变得泡泡的，于是你的中脸就会被区分成2块，一个是下垂的苹果肌压出了法令纹，另外一个是颧骨这个地方凸凸的，你的脸就会变成凸凹凸凹，不规则而不是饱满挺立的状况。这个时候3层打皮它就会做到一个非常确实的动作。首先呢，除了皮打开之外，我们的筋膜，我们从这里往这个方向，我们做一个跨韧带的提升。好，当我们跨韧带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你下垂的苹果肌往上拉，你才可以把你松弛的颧带往上拉。首先，当我们筋膜从这个方向这样子跨韧带的时候，我们往上拉，我们可以把你的眼轮匝肌下面这个地方收紧，收紧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眼袋外翻的状况改善，这样收紧。另外呢，有很多人他不是有鱼尾纹的问题吗？随着你这样收紧的同时，你下半部这个地方纹路，它也可以做到一个改善的作用。那这些是单纯剪皮或是简单做筋膜拉皮做不到的，关键就是在于跨韧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这，我们随着年龄老化的时候，这个颧带会变成一坨三角形的在这个地方，你在往上收紧的同
同时，这个全带它也可以同时收紧，然后再做彻底的跨韧带，跨过全弓韧带，你就可以把这一坨下垂的苹果肌做一个上提。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个，这个地方是它下垂的苹果肌，这个三角形是松弛的全带。当我们在做3层次的时候，我们的力量确实通过这个全弓韧带，通过眼眶固定韧带，就可以把全带上提，把苹果肌上提，就恢复到年轻自然的样子。那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的时候，借由跨韧带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让全弓韧带造成的猫咪纹，它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会产生猫咪纹？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局部的凹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全带的松弛。在做3层次拉皮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带往上拉，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凹陷的地方，我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填充，它的效果就可以达到，你看它的中脸就是一个完整漂亮而且挺立的一个中脸。所以拉皮手术要做的完整，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再看。你可以看到它做完之后，它的脸部变 V 了，变年轻了。好，我们看到它中脸一样，它有下垂的苹果肌，它有松弛的全带，还不止这样它的法令纹。那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把苹果肌上提，另外我们会把这些筋膜跟真皮做一些处理之后，把它重新回填到你的法令纹，你的法令纹就会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你既做了提升，又用这些多余的组织来做了填充，一举多得。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做3层次拉皮中脸的时候，我们同时做了这么多的事。这样还不够，我想大家会最在意的是3层次拉皮伤口会不会很可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伤口，这个就是我们3层次拉皮的伤口。其实你不仔细看，你几乎看不到，甚至一般人近看都看不出3层次拉皮术后的伤口，非常漂亮哦。那有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3层次的伤口要在这，不在上面，不在耳后？我这里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根据好几篇的医学研究，拉皮的手术分成3区，一区在头发里面，一区在这，一区在这。这些所有的伤口里面，大家满意度最差的伤口是在耳后，耳后这个地方很薄，而且这个地方因为它张力很强，所以3个伤口里面，耳后的伤口最容易造成增生，最丑。那这3个伤口里面，抱怨最少的是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会觉得他头发变少，所以这3个伤口抱怨最多反而是耳后。好，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怎么样让伤口可以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组织胶，它其实就像是人体的快干，当我们把它喷到伤口，把这2个药瞬间一起混合，它才有办法瞬间达到粘着的一个效果。大概5到15分钟之内，它就会在组织里面产生非常多类似纤维的组织，然后把它组织做一个粘合。第一件事情，组织只要贴合在一起，你的营养、你的血管就可以更快速的长进去这个组织里面，加速它复原。第二件事很重要，当你的皮肤跟筋膜它是贴合的状况，里面就比较不会容易产生血肿或者是水肿，所以你消肿非常快，消的程度跟拉线已经差不多了。好，就是用组织胶，就一个地方它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做消肿，哪里呢？就是像开眼袋的时候，这个眼睛下面这里是最容易浮肿，就很像很多人早上起来就眼睛容易浮肿。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组织是可以协助伤口愈合呢，我们还会搭配在你术后，我们还会用什么？用这个。这是我们血管里面的红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我们利用血小板里面它离心过后萃取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 PRP。所以里面主要有这5大成分，这5大成分最主要是促进伤口愈合。大家知道，我们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你的血小板会去贴住伤口，然后会释放出这5大类的生长因子，协助伤口愈合。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浓缩之后，用在你术后的伤口上，它伤口愈合的很快。一个伤口愈合的越快，越不会有
疤痕的产生啊，所以这些方式都可以让你的伤口可以更好、更快速的愈合。然后呢，在术后的时候，我们还会搭配微量的肉毒在伤口旁边。都会问说，为什么要打肉毒？肉毒不是用来除皱的吗？好，这已经是旧的观念了。大概6年前就已经有论文出来告诉我们，在伤口的边缘0.5公分左右，我们施打肉毒也可以大幅度减少疤痕产生的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